市政基金会将庇护商店开进台北车站，为了地下街人流带来的广告效益，也让糖宝宝有就业机会接触人群，被看见就有更多收入维持营运。这是有过与募资平台合作的经验后，他们想出来更好的方法。当初活动截止之前，其实它的募款金额跟人数都是等于是没有办法办活动了。这边比募资平台我觉得更直接，而且更有效。几年前，唐市政基金会与某平台合作募款失败告终，而募资平台的抽成是让不少社福团体打退堂鼓的原因之一。100万当中是我们的募款目标吗？上架的成本就已经60-70万。如果我今天这一档我没有办法募得超过100万，基本上我真正能够拿到可能25万，这样子捐款人是可以接受的吗？其实捐款人不知道啊。捐款人在劝募专案结束后，看不到社福团体最后实际能拿到多少善款，但抽成等费用支出都是在募资平台上架的必要成本。明明那段也没什么问题，可就是字幕有一个我们讲低级错误，那都可能会造成客户的印象减分。贝壳放大号称是亚洲规模最大集资顾问公司，提供一条龙上架服务。规模较小的社福团体不懂行销，希望透过广告宣传，常统包给募资平台行销劝募。这时候社福团体要付出的就会更多。这个团队他们可能会花掉30%的资源，为了能够把这个服务做好，里面可能有5到6% 支付了平台的费用，也许可能有10% 支付了广告的费用，那可能还花了15% 去做给赞助者的回馈品。调查全台3大募资平台的上架服务费 ，Flying V 会收总赞助金额的8%，嘖嘖抽5.5%。挖贝是提案团队的计划内容给予折扣后，平均抽6%的平台服务费。但根据公益劝募条例规定，劝募所得在1000万元以下，募款团体必要支出只能占其中的15%。广告行销加进去，常常会超过，但卫福部的公益劝募管理系统并不会揭露机构的募款所得来自哪些管道。就算募款必要支出超过规定的15%，捐款人也无从得知。超过这个规定就违反它就要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社福机构私下表示，超过15%的必要支出，就会改以顾问费、讲师费等等方式来报，再汇整给卫福部的年度财报。白话点来说，就是做账，更显现募款资讯不透明。劝募所得收支报告，我们都有登载于公益劝募管理系统。卫福部只看社福团体整年财报，不会细看每个募款活动的收支，更别说揪出台面下的做账文化。也因为不透明，更助长公益团体大者恒大，爱心资源分配不均。早安，你好，大姐姐，爱心手工饼干。捷运站口熟悉的叫卖声，他们是协助心智障碍者自力更生的小鱼儿社福基金会。112年收到的捐赠仅30万元，好在有卖饼干的业务收入80几万元，才够支撑组织营运。他们是自己做自己卖，自力更生。对，然后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来跟大家互动，可以减缓他们的老化。不用辛苦卖饼干筹措服务经费，大型的公益团体每年有民众固定捐款，更因为占尽议题红利，让捐款更往他们靠拢集中。根据统计，儿童议题的募款连续3年居冠，加上民众对大品牌的信任，无形中养出一个个公益巨人。另外，根据2021年的调查，台湾1年善款就高达1000多亿元，却有76%集中在儿盟等7大团体，大者恒大，其他190个团体仅能分剩下的24%。可是只要你没有什么知名度，你可能就是一直在努力求生存。我与其花人的钱去募款，还是我要花社工钱来做好服务。大部分优先选择会去做好服务。常年关注社福议题的立委林月琴说出小型公益团体的无奈现况，陷入资源有限、没人捐款、无钱行销的循环。
反观大型团体，捐款用不完，但为了达到公益团体免税门槛，就必须让年度支出达到60%，其中可提拨20%的准备金。没有花掉，就能视为当年度支出。如果巧妙理财，就能财富增值。以儿福联盟来说，其中1/3被董事会列为限制用途，例如置产基金，但有2/3属于非限制用途，流向相对不明。当他说我因为要做服务，我要有工作人员来这办公，所以我说买房子，我不认为不对，可是买到豪宅，我就认为不太妥适。对比国际做法，美国限制募款用途必须用在慈善、教育、爱国、公民或救济等等目的。募款团体必须将捐款用途、支出内容公开，让社会大众决定是否继续捐款。台湾则相信公益社福团体会自律。爱心手工饼干。避免养出公益巨人，还是需要政府规范社福团体公开收支细项，否则善心人以为捐的每1块钱都用于需要的人，实际上有多少商业行为是用群众爱心来付账？